你敢信？眼前这平平无奇的玻璃镜竟被浪爷卖出了100万天价。就在刚才，天道会的大胡子使者本还想以伯爵府债务问题向浪爷施压，将价格压到40万金币。怎知浪爷早已看出2位使者的真实身份，因此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，对其一顿羞辱后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眼见天道会就要失去翻身的机会，大胡子身旁真正的主家终于开口了：“沈公子，您的条件我答应了。在下天道会黄铜多谢沈公子给的这次战略良机。您说的没错，在战略面前，哪怕是赔钱，我们也要全力以赴。更何况眼下还有天文数字的利益呢。不过起码也要让我们看到第一批货，并且确定它是可以大规模量产的，才能开始合作。”沈浪看了他们一眼，而后示意金慧带他们去密库。来到密库前，金慧用力将门打开，随之而来的刺眼光芒再一次让2位使者震惊不已。只见室内摆放了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镜子，并且在烛光的映射下折射出的光让整个房间如白昼般明亮。就在2人震惊之余，沈浪走了过来，接过金慧手中棍子，说道：“想要证明镜子的成本有多低，不需要去作坊，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。”说完还不等2人反应过来，沈浪直接敲向了他们面前最大的一面镜子。2人见状，心都要碎了，赶忙上前制止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每一面镜子都是钱啊，更何况沈浪敲坏的还是最大的镜子。浪爷停下手中动作，转头说道：“如今我已证明了他们的价值，接下来在10天内，你们就要将钱送到伯爵府了。”黄铜虽对时间上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，并让沈浪将所有条件都一并提出。沈浪说道：“我要70万的金币和30万的原始金块，最好就像是刚从金矿中冶炼出来的一样。”对于沈浪想要原始金块的条件，黄铜十分疑惑，但他也明白不该问的绝对不能问。最后，沈浪再次交代黄铜，此事定不能透出一丝风声，等送来的时候也要悄无声息的进来。请沈公子放心，天道会长老加起来不过5人，一切将按沈公子要求办事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即协议已达成，双方互握手臂，这也算是地下交易中双方的一种诚信承诺。因时间太紧张，黄铜不敢再拖延半刻，当即带上镜子的样品，快马加鞭往回赶去。这种战略机会可谓是百年难遇，他一定要抓紧时间说服长老会的所有成员。与此同时，在金木聪书房内，胖子正手拿浪爷为他准备的钢笔，开始展现他的码字神功了。只见浪爷在他身后口述故事内容，他则手下笔如飞剑飞快地书写着，同时也在感叹自家姐夫的神器属实是多，有了这支笔，他的书写速度至少是之前的3倍了。而浪爷看着眼前的小舅子，也不得不佩服，论这世界抄书速度，绝对没人比得过金木聪了呀。而这书中内容也让金木聪越听越兴奋，越抄越有劲。终于在抄了2天1夜后，结束了此书的第1段落，整整5万多字，也只是写到了喉头被压5指山下。浪爷看着手中手稿，他本想挑在大闹天宫处断章，但又怕裘妖儿受不了断章狗，别到时候一掌将徐芊芊拍死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随后他将手稿打包严密交给了接应的密探，并再三交代一定要亲手交到徐芊芊手中。密探当即向沈浪承诺，必将用性命保证此物必会安全到达徐小姐手中。待密探离去，金木聪走到沈浪身边道：“姐夫，这本新书我相信一定会比当初的风月无边还要火。”沈浪当然知道这本书会火，但却不打算现在就让它火起来。随后他告诉胖子，这本书目前只是为一个人写的，只要能在这个人身上火起来，我们就算成功。胖子疑惑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此时浪爷收回了笑容，说道：“这是个关乎到我们金氏家族的存活与否的关键人物之一。不过眼下他自己也处在危险当中，看来这一次我沈浪不得不去会会这海上的女霸主了。”另一边的徐芊芊在经历了漫长等待后，终于收到了密探送来的手稿。当他看完稿中内容，不由得惊叹起来，如此精彩剧情的故事，简直是为裘妖儿量身定做的，这绝对能秒杀其他所有贱人的故事了。裘妖儿，你给我等着吧，你贴身侍女的位置一定是我徐芊芊的了。次日，百般无聊的裘妖儿来到前厅，打算挑选侍女为他讲故事。突然一股温热从鼻腔流了出来，一旁的绿衣吓坏了，赶忙递上手帕。可这样的情况，裘妖儿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竟直接用手抹去那抹红。待坐下后，便问绿衣今日有哪些人来讲故事。绿衣恭敬回复道：“有4人前来。”随后便拍了拍手，召唤几人进来。要知道讲故事是在这里晋升最快的一条路，但绿衣却从不担心会被人顶替，因为她是第一个被裘妖儿救回来的女子，自然也就成为了她的贴身侍女。也正是这层身份，让绿衣在私下对其他女子为所欲为，也没人敢有怨言。半晌后，连带徐芊芊在内的4名女子站在了大厅内。终于，徐芊芊再一次见到了裘妖儿，也再一次让她的心泛起涟漪。这女魔头此时慵懒地靠在椅子上，这爆裂的身材真是将所有女人都衬托得平淡无奇了。此时，徐芊芊回头看去，只见另外3名女子看着裘妖儿，也露出了痴恋的表情。突然，徐芊芊感受到了一道阴狠的目光正盯着她看，抬头望去，只见绿衣那个贱人正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厌恶目光看着她。绿表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站在裘妖儿身边时，我非得弄死你不可。这时，绿衣开口宣布规则：所有人每人出一个故事，并用100字概括内容，故事有趣者可留在此。随后便开启了4人之间的故事比拼。然而前2个的故事情节显然比较老套，让裘妖儿完全提不起一点兴致。直到第3个女子讲述了一个女状元的故事，内容情节似乎和花木兰比较相似，而这个故事显然是勾起了裘妖儿的兴趣。见此情形，徐芊芊不淡定了。这沈浪的故事虽很吸引人，但书名不够劲爆啊！突然他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我的故事名字便是佛祖必须灭。”此名一出，裘妖儿眼睛顿时一亮。紧接着，徐芊芊开始概括起内容。在万年之前，天地间孕育出了一个石胎，在数年后崩裂出了一只石猴。这只猴子生性顽劣，长大后不仅学会了72般变化，还利用自己一身的本事杀神灭佛打玉帝。
话音落下，单只是这简单的叙述就已将裘妖儿深深吸引住了。一旁的绿衣见状，顿感不妙，随后趁裘妖儿愣神间，赶忙指定第3个女孩留下，其余的都出去。然而他话还没说完，裘妖儿直接指向徐芊芊，让她留下，我要听这个佛祖必须灭。绿衣虽很不情愿让徐芊芊留下，但主人的话他也不敢不听，只得应下裘妖儿的要求，带着其余3人离去。片刻后，侍女为裘妖儿点燃了焚香，因为她在听故事的时候不喜欢有别人在，所以此刻偌大的厅内就剩下了她和徐芊芊2个人。只见徐芊芊调整了情绪，正式开讲了。诗曰：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变。此时徐芊芊边讲边看着裘妖儿的脸色，沈浪的文笔太过深奥了，他真是怕裘妖儿听不懂啊。只见裘妖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完蛋了，该不会真让他猜中了吧？